大家好，我是东东的周老师。我们今天来看一盘六段同学的对局。拿黑棋的这位六段同学，他的棋风是喜欢为大模样。白棋的话，他的棋风比较均衡。一开始双方充分展现了他们喜欢的下法。就在黑棋快要完成他的大模样的时候，白棋这一步打入是绝好点，黑棋并不是很好下。黑棋现在的下法表示他比较注重右上方一带的发展。下一手棋黑棋的选择更难，实战是从这里来夺根攻击，本身的价值比较小一点。照他原本的想法，似乎是可以继续来扩张右上角，可是接下去这个碰真的太厉害了。白棋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下法，黑棋蛮难对付的，因此黑棋确实有需要一边加强自己这个阵地，一边来给白棋施加压力。所以现在最好的下法应该是从这里，已经补好了这个碰，而且左方的发展明显呢会比右方要更大。至于这个飞不必太在意，接下去踢这一步很舒服，这样子白的不会觉得很开心。同样的道理，这步踢也是好棋，这样子白的也感觉没意思。所以黑棋如果下对的话，白棋可能要转到上方去发展。实战这步并是小小的失误，白棋现在只要很简单的从这里飞，或者是从这里碰，白棋都很不错。白棋很灵活的来碰在这里，是想要让黑棋重复。不过其实黑棋只要冷静的这样退一步，因为这一颗棋子的利用跟上面这块弱棋没办法达成呼应的效果，所以这样子来碰并不怎么便宜。不过黑棋他拒绝忍耐，直接开始进攻，但是因为一手棋呢也杀不到这两颗，所以反而被白棋很轻松的就破坏了实地。黑的如果长的话，白的就继续爬进去。目前黑棋已经吃亏了，所以实战黑棋打出了这个强烈的抵抗。白的现在只要简单的把它吃掉，因为是先手，而且拿到了蛮多实地，黑的角地全部都被破光了。白棋在占据这个大场，可以防止黑棋的发展，这样子的话白棋还蛮不错的。至于右边这两颗的话，白棋可以弃子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黑棋就算吃也吃的不是很大，所以白的如果选择这一图的话，优势还蛮明显的。实战白棋应该是担心黑棋的势力太大，所以没有去吃这个角，就简单的这样子来利用。这样子下的话，黑棋的损失就比较小，可以先欺负白棋，等等压下来真的很厉害，所以白棋还是得阴一手，然后黑棋再猛攻这两颗，这样子形势还算是蛮接近的。实战黑棋这样子跳就有一点松了，白的下面这边不用立刻来防守。黑棋怎么办呢？现在既然刚刚跳这一步白棋他脱先的话，黑的应该要继续欺负他，白棋还是得防守一下。黑的取得先手便宜之后，再回到右上角慢慢的攻击白棋，顺便发展自己。这样子形势虽然白棋比较有利，黑棋也还可以下，结果黑棋忘记来欺负白棋，直接去进攻中央的白子。这个碰的下法被白棋扳过去刚刚好，所以黑棋不太满意。
白棋先手补断，现在黑的没办法断过来了，再压过去，白棋下得相当的漂亮。只为这么一点点的话，黑棋赢不了，所以黑棋拼了。现在局面看起来很混乱，白棋要怎么样在这个混乱之中找到一个简明的好方法呢？黑棋断点还蛮多的，不过白的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把它杀了，所以白的现在最好的方法是先把自己的断点漂亮的补好。黑棋应该要这样子来防守。现在白的中央的形状已经变得很漂亮，就可以回到下方来，再从这里来切断黑棋，这样可以看出来黑的相当的辛苦。右下角需要活，中央这一根冰棒有点不乐观，上方又留下很多断点的利用，这样下的话，黑棋应该会很困难的。白棋实战这样子打出来，猛攻黑棋的断点，我再这样压出来，看起来白棋直接就要跟黑棋一决胜负了。不过白的因为自己也被包在里面，所以这样下白棋相当的冒险。黑的也可以这样长过来，白棋不一定很好哦。实战黑棋是拐在这，白棋压这一步是绝对先手。大家看得出来吗？黑的如果不理的话，白的从这一边打吃，再打吃，争子黑棋就死了。黑棋必须要防备这个争子。防备争子的时候，黑的应该要板还是长呢？大家可以想想看。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问题。请先欣赏一下黑的正确的下法。冷静的藏在这一边，不给白棋利用是最棒的。因为接下去白棋也没办法吃到这3个黑子，白棋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跟黑棋战斗。由于这边的黑棋都没有弱点，所以黑棋可以这样子直接在中央压住白棋，这个断也杀不到黑子。这样子在中央走得比较好以后，再回到右方来防守。如果这样下的话，黑棋右上方的地也是相当的可观。结果黑棋应该是想要更好的来打击这2颗白子，采取了这个板，可是反而呢给白棋更多的利用。我们来看一看白棋现在最厉害的战斗方法。这些都是先手利用。现在在板的时候，黑的就比较不好下了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这一步长，白棋这一步长之后，就有这边的吃跟这边的吃，黑棋变得很危险，所以比较没办法像刚刚这样子来下，变成必须要照顾上方的战斗。这样子白棋已经先手板到这一步要点，而且还可以继续来欺负黑棋。下成这样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这4颗黑子虽然不会死，因为有这个打吃，也有这个断点，可是黑棋费力去逃的时候，自然右边的地就被白棋给破光了。而且白棋这个长还是先手，威胁黑棋的断点。那接下去这里等等还是要来欺负黑子，所以战斗成这个样子的话，黑棋就相当的不妙。我们现在回到实战，大家还记得白棋刚刚最厉害的下法吗？利用2下之后，先板到这一步超级重要的中央要点。结果白棋他直接去找黑棋这3子来战斗了。接下去的几手棋，黑棋下得非常棒。白棋必须要补双叫吃。好厉害的黑棋啊！现在白棋非常的危险，
看起来整个右边都快要被吃光了，而且中央的这些白子也蛮危险的耶。紧接着白棋打在这里，长这个是先手，然后来找黑棋攻杀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黑棋这些棋子要怎么下才能够打败这2颗白子呢？请大家想一想，答案非常的困难。最好的下法是小尖长气，然后碰住。这个景气白棋已经输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看得出来吗？黑棋是有3气，白棋呢只有2气，所以输了。先板呢，小心黑棋不要粘哦，粘的话白棋打吃再打吃，黑的就接不归了，所以黑棋要提在这里。白的还是只有2气，又输了。也就是说，黑的如果下出这一图的话，这个比气黑棋就赢了。那整个右边白棋几乎全部被杀光了，这样子的话，白棋这盘棋有可能会输掉。在这个最困难的比气时刻，很可惜黑棋没看出刚刚的招数，简单的跳在这里。现在白棋打出了胜着，这一步叫吃真的很厉害。正常来说，黑的应该要长这一步，可是接下去由于有了这个白子的帮助，可以挖在这边。看，黑棋就被消灭了。那如果没有这个子的帮助呢？完全不同哦。黑的可以叫吃在这里，白棋粘就被吃光了。可是白棋同学的计算好强啊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现在黑棋就没办法这样来比气。当白棋打出这一步胜着的时候，黑棋同学也看出来了，这边必须要抢救，所以他抢救在这里。不过当这颗被拔掉的时候，就发现黑棋这盘棋已经赢不了了，因为等等这个虎出来，这个切断是相对点，黑的不但是整个大地被破光光，而且自己都开始有生命的危险。白棋就凭借着这一手漂亮的打，赢下了这一盘棋。回顾刚刚胜败的关键，如果黑的不是跳，是下在这的话，反而就可以赢下这盘棋。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自己在战斗的时候下出正确方法的能力，是每一位同学最大的课题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高自己战斗的能力呢？如果你有好方法，请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